你敢相信吗？这么小的音箱播放杜比全景声，居然能够突破100分贝的音量，这可不是我随口说的，而是实际测到的结果。我很感谢奥西的工程师，能用一对小巧的桌面音箱配合一个2声道的颈枕，就能在桌面上实现 5.1.2 的3维空间声场，这在过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。这个视频我除了拆解这套奥西 Thunder Duo X， 还会对它做一些测试，比如最大声压级、音频传输延迟、音箱底噪、音质对比等等。其实我觉得做不做宝箱都行。Thunder Duo X 它用的是超长冲程3.5英寸的复合振膜低音单元，我初次使用的时候感觉它还是比较松弛的。不过你也可以找一首低音比较多的音乐，把音量加大到低音喇叭明显震动，连续播放个48到72小时，低音会进一步的松弛饱满一些。不用去问，任何人对电池供电的设备都有电量焦虑。Thunder Duo X 它的颈枕就是电池供电的。其实这个低电量指示灯是会很少亮起的，因为颈枕的平均功率一定是小于10瓦。这个判定一会儿你看我测试音箱的平均功率的时候就知道了。而且它的充电功率是15瓦，是大于耗电功率的，所以充电速度会比较快。不仅如此，你还是可以连着充电器边充边用的。现在很多人都会懒得拔掉电源的插头。好消息是 Thunder Duo X 这个音箱超过15分钟没有播放任何声音，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，待机功率会降低到 0.4 瓦。这个状态下长时间待机，主音箱确实没有明显的发热，但是电源适配器是有微弱发热的，长时间不断电是会更快的消耗电子元器件的寿命的。不过你可以用 APP 把它的自动待机功能关掉，这个功能对于音乐工作室是比较实用的，但是运行状态下的静态功率会达到8瓦左右，长时间保持这个状态，主音箱会明显的发热，箱体的背后最高超过了40度，内部的温度会更高，电源适配器在这个状态下就会有明显的发热了。这么大的发热是因为它里面有2套 DSP 处理芯片，需要比较多的电力。后面我的拆解你会看到这些芯片。现在你看到的是颈枕在长时间工作以后的发热，只有局部会有2-3度的温度升高，脖子不会感觉到有明显的热源，而且颈枕断开连接15分钟以后会自动关机。现在是在最大音量下播放鼓点比较多的音乐，你会看到左右音箱它的平均输入功率有15到20瓦，去掉静态的8瓦功率，平均功率只有7到12瓦左右。不要感到奇怪，这不是虚标，因为只有低音喇叭像这样明显的摆动才是需要大功率。然而音乐里面的低音成分占比只有 20% 到40%，所以刚才我说颈枕的平均功率小于10瓦是有根据的，它不可能比左右声道的音箱功率还要大。
那么最后的结论是，无论如何你不用了，最好把电源拔掉，这既可以延长它的寿命，也消除了火灾隐患，而且也有助于环保。视频开头已经展示过了，在杜比全景声的模式下，最大音量可以突破100分贝的音量，测量单位是 dBA， 这是人耳感受到的音量，和一些测试数据报告里头说的 dBSPL 是不一样的。切换到普通立体声模式，把音量开到最大，40赫兹有63 dBA， 55赫兹有66 dBA， 125赫兹有89 dBA， 1000赫兹有100 dBA， 8000赫兹有98 dBA。 总体看，这个结果是在正常范围内，总体的音量是足够大的，桌面上使用音量开到最大，耳朵是受不了的。颈枕的延迟我是感受不到的，因为它有独立的无线传输线路，没有额外的并行数据影响它的传输延迟，所以我们主要感受一下 HDMI、蓝牙还有 USB 这3种输入的延迟。现在是 MacBook 机内扬声器的声音，这根黑线过12点的时候会发出滴滴滴答的声音。如果你用了无线耳机或者音箱来聆听，可以借助这一段来做零延迟的参考。我建议大家尽量自己去听一听 Sound Duo X 它的现场音效，因为无论我用什么样的录音技术，你听到的都只是手机或者电脑外放喇叭的声音，所以这个对比视听仅仅用来感受3种输入的细微差别。任何音箱都有微弱的底噪，但是合格的音箱会微弱到听不见。对 Sound Duo X 进行近距离测量，会受到氛围灯的干扰。你看，在通电的情况下，贴近低音喇叭
环境的噪音是35 dBA， 贴近高音喇叭也是35 dBA， 但是贴近颈枕就只有31 dBA， 因为颈枕没有氛围灯。播放一段测试视频，然后拔掉电源。低音喇叭降到了31 dBA， 高音喇叭也降到了31 dBA， 颈枕还是维持之前的31 dBA。 其实我用耳朵贴近过所有的喇叭，都听不到有底噪。现在把升压计放到正常听音的位置，你看测到的噪音甚至几次跌破了30 dBA 的最低测量值，所以 Sound Duo X 是没有底噪的，严谨的讲应该是微弱到听不见。如果有人说它的底噪大，你可以把这段视频转给他看看。这个测试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，但是我想求证一下，它有一个适应能力足够强的电源适配器。你看，在交流电压是30伏的时候， Sound Duo X 就已经可以在最大音量下播放了，而且我在交流30到260伏之间连续改变电压，它都能够稳定的播放。这足以证明它的电源适配器有足够强的电压适应和调节能力。对了，奥西有一个专属的电脑端 APP， 你可以可视化的调节灯光、调节音效、调节高低音，还有天空声道和后置环绕的增益，还可以升级固件、禁用和开启自动待机的功能。我觉得你可能会经常用的是查看颈枕的电量。Sound Duo X 它的主副音箱之间用了 C 口连接，这很有创意，但这不是 USB-C 口。你看这里有明显的提示。很意外的是，它用了 C 口的24根线来传输副音箱的信号。颈枕的外套用的是拉链来闭合的。这个面盖不是螺丝固定的，整套不能清洗。期待以后能出一个可以清洗的版本。整套的裁缝工艺还是不错的，没有多余的线头，每道缝合的缝都是规范整齐的。后置左声道的喇叭面盖是热熔方式固定的。颈枕的海绵支撑力度还不错，弹性适中，柔软又不压迫。从截面可以看到材料的质量还不错，质地均匀，而且没有气泡。颈枕的音箱类似一个弓形的木枕，后面的固定绑带连接方式足够牢固，不用担心它会滑脱。压板上面有防滑钉，这下可以彻底放心了。这是颈枕的控制面板，这根排线传输控制信号，这根粗线用来传输充电的电力，排线是用贴纸保护起来的。颈枕的塑料外壳用的是 ABS 塑料，机械强度是足够大的。这是盖板最薄的地方，测量下来厚度有3毫米，这个机械强度够大了。盖子的重量有66克，整个颈枕的音箱有535克，奥西还是挺舍得用料的。电路板上这些白色的胶水都是在给容易松动的部分加固，同时也避免了异响。这是颈枕的无线音频传输模块，
型号是 ETK52，是工作在 5.8G 频段的蓝牙模组。这个频段的音频传输延迟会比 2.4G 频段更低。用粗线来充电可以减少能量损失。电池的认证标识里面包括 CE 和 3C 认证，是一个2串的锂电池组，电池的电压 7.3 伏，容量2400毫安时，能量值 17.52 瓦时。主板的背面只有散热的锡块，主要的电子元器件都在正面。这个位置是功放，型号是 ACM8625P， 是一个内置 DSP 处理器的数字输入地类功放。这个位置是一颗逻辑控制 MCU， 私印是 E23068， 屏蔽罩里面是 DC-DC 电源电路，这是值得点赞的，因为方波会有低频谐波干扰音频电路。里面有2组 DC-DC 电路，这一组主要负责充电，型号是 IP2363， 这一组判断是电源供应，型号是 SCT29350。喇叭的引线被打胶固定了，没办法取出来。每个声道都有一个独立且密封的箱体。颈枕主体上的材料标识写着它也是 ABS 材料。主箱体也是比较厚的，测量下来有3毫米的厚度，这个用料还是可以的。拆空以后，颈枕外壳的重量有272克，喇叭的重量有50克，喇叭的交流阻抗是 3.2 欧。两边音箱的盖子打了胶，敲不下来，螺丝加胶水固定，既坚固又密封。颈枕的喇叭是 1.5 英寸，这个盖子的区别就是有没有触控面板，每一个按键都对应了2颗 LED 灯。虽然这只是装饰盖，但给了56克的材料。这层装饰盖的背面有足够的防震垫，可以避免异响。而且它也比较厚，厚度达到了 2.6 毫米，重量有71克。这层透明的装饰面盖也用了比较厚的材料，从这个角度会看得比较清楚。厚度达到了4毫米，重量有121克。这层装饰盖是镀镍的，用料也不薄，达到了2毫米，重量有54克。左右声道的天空单元模组是一样的。天空单元喇叭的重量有57克，跟颈枕的喇叭尺寸一样，是 1.5 寸。这是氛围灯的柔光罩，这个支架感觉也不轻，有41克的重量。天空单元的氛围灯有8颗 RGB LED。高音喇叭直径20毫米，是天然丝膜高音单元，它被镶嵌在了外壳上，没办法轻易拆下来，而且里面的引线还打了胶。低音单元是 3.5 英寸的复合振膜低音单元。低音单元用的是大磁钢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目测它的音圈直径大于20毫米。高音喇叭的阻抗是 7.6 欧，低音喇叭阻抗是8欧。这
这两个是高音和低音的氛围灯柔光罩。高音喇叭的氛围灯有8颗，低音喇叭的氛围灯有24颗。这是箱体前半部分的整体模组，箱体后半部分的用料也是比较厚的，实测达到了 4.8 毫米。这一根是导向管，盘曲在箱壁的一侧，刚好给主板留下了空间。箱体的底座没有和箱体贯通，这给 DIY 留下了一定的空间。底座的底部有一圈硅胶防滑垫。底座的用料达到了121克，空箱体的材料重量有418克。红外遥控的接收器在主音箱的这个位置。主音箱的内部结构和副音箱大同小异。主板是2块 PCB 叠加在一起的，接口有独立的盒子来给它做密封。上面这块板主要是功放，下面这块板主要是做信号处理。这2路功放有独立的散热片，总共是3路功放，6通道输出，型号是 ACM8625S。和景整的芯片一样，都是内置 DSP 处理器的 D 类功放，只是后缀不同，功率更大一些。下面这块 PCB 底面的电子元器件比较少，正面有3个主要的芯片，这个位置是蓝牙芯片，型号是 AC6951C8。这个位置是 HDMI 处理芯片，型号是 IT66325。这个位置是杜比全景声的处理芯片，型号是 RK2118，是一颗高性能的音频专用处理芯片，内置了 HiFi 4的 DSP 音频内核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颗双核 ARM 处理器和音频专用 NPU， 所以它是耗电大户，静态8瓦的功率它占了大头。好了，奥西 Thunderduo X 的拆解和测试我已经做完了，你对它有什么评价，请在评论区告诉大家。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